特纳斯把禁卫军统领的1000万要价告诉了多米提安亲王，但2天时间根本不可能凑到这笔钱。特纳斯提议通过赢得战车比赛的赌金来凑，多米提安也没有其他好办法，只能听天由命地冒这个险。他心不在焉地回到座位，甚至连哥哥提图斯都已经看出了他的异样，但更大的威胁正在来临。他们的买凶弑君计划被躲在一边的鲁弗斯全都听到了。大家好，欢迎来到露天电影院，我是吉利波。今天我们继续讲将死之人的最后2集。特纳斯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倾尽所有的下注在斯高普斯身上。卡拉表示这样不顾一切的下注很危险，特纳斯没有选择。这一次破釜沉舟的豪赌，结果只能是不成功便成仁。他让卡拉拿着钱到所有的赌场去买斯高普斯胜，而且全都压在最后一圈领先和胜利上。然后特纳斯亲自来找斯高普斯，要求他在最后一圈领先并获胜。斯高普斯随口就问：那自己的奖金呢？特纳斯异常严肃地警告他，这已经不是钱的事儿了，关乎到多米提安和他俩的性命。斯高普斯瞬间意识到事态严重。此时埃利亚穿上了蓝色队服，他要在这场比赛中让斯高普斯付出代价。二哥希望能够和弟弟谈谈，但埃利亚完全被复仇控制着，拒绝一切讨论。塞琳娜带着儿子来到看台为二哥助威。比赛即将开始，埃利亚恶狠狠地盯着斯高普斯，斯高普斯如芒刺背，眼神闪烁。比赛开始了，8架战车奔驰而出，你追我赶，互不相让。刚开始没多久，一架白色和绿色战车就撞在了一起，人仰马翻。看台上的多米提安忐忑地关注着比赛，埃利亚驾驶着马车对斯高普斯穷追不舍，很快他就赶了上来。斯高普斯看到埃利亚，顿时心神不宁，加快速度想要甩掉他。但转过弯道后，埃利亚竟然又追了上来，而且他拉动缰绳把斯高普斯逼到了墙边。这让斯高普斯看到前方还未被移除的战车残骸，顿感不妙。他正在内刀，埃利亚把持着外刀，丝毫不让。这一幕多么熟悉，就跟大师兄和自己的位置一模一样。他懊悔、沮丧、绝望地向埃利亚求饶，高呼助手，可一切皆已惘然。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马车撞上残骸，体验着生命魂飞魄散的最后一跃和重重的落地。但命运从来不会见好就收，只会火上浇油。当埃利亚带着胜利的喜悦回头观望时，他绝望地看到哥哥紧随在斯高普斯之后的内道，无法幸免地冲向了前方的残骸。埃利亚不顾一切地拉停了战车，躲过奔驰而来的马，冲到哥哥身边拼命营救。看台上的塞琳娜也崩溃地大叫。当二哥被抬进车库时，已经奄奄一息。埃利亚试图鼓励哥哥坚持，但为时已晚。埃利亚懊悔地嚎啕大哭，塞琳娜和儿子也在一旁绝望痛哭。同样绝望的还有看台上的多米提安，他手脚冰冷的，仿佛看到自己被吊死在黄昏的城墙上，遭人唾弃，谋逆、弑君、失败者。天渐渐擦黑，决斗场人去楼空，多米提安还没有离开，他暗自想象着自己的10000种可能的死法。特纳斯悄无声息地来到看台，得意地告诉多米提安，虽然赌博输了，但自己找到了那些被沃尔萨斯勒索的钱，那些钱支付禁卫军统领绰绰有余了。多米提安一脸不可思议，这绝处逢生来得令人猝不及防。下一秒他就紧盯着王位，这位置现在只是一步之遥。多米提安不客气地坐了上去，环顾四周，感叹道：景色果然非同凡响。特纳斯赶到地下与斯高普斯的遗体告别。斯高普斯这个家伙，人品德性都很低劣，为了自私虚荣不惜杀人，妥妥的死有余辜。但他依然是古罗马最优秀的赛车手，他也是特纳斯最好的朋友和搭档。两人一起从被人鄙视的底层孤儿，通过个人努力成功跻身上流社会。对特纳斯来说，这一路走来的互相支持和深厚感情，永远是不容抹杀的。特纳斯伤心地与老友道别。不仅仅是他，整个罗马城都在为失去一颗璀璨明星而伤心祈福。另一边是埃利亚，他独自为哥哥挖掘坟墓，只有老罗斯和塞琳娜母子陪伴一旁。埃利亚认为，要不是自己执意复仇，哥哥也不会死。老罗斯在旁安慰他，这不是他的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接下来就是特纳斯按照约定交付了足够的钱，并签下了2份如同合约一般的忏悔书，人手1份。只要一个人背叛，就会一起死。而这2份忏悔书都是由识字的卡拉书写的。特纳斯还把存放忏悔书的密室也告诉了卡拉，这份信任令卡拉措手不及。他表示，从此以后，特纳斯的头顶都会悬着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达摩克里斯之剑的典故是出自古希腊历史学家提迈奥斯记录的一个历史故事。据说达摩克里斯是公元前4世纪意大利叙拉古帝国王狄奥尼修斯2世的朝臣，他非常喜欢奉承国王，能拥有这样至高的权力和威信。国王提议与他交换1天的身份，也让他体验一下当国王的感觉。于是在这一天，达摩克里斯举行了宴会，他非常享受当国王的感觉。但当晚餐快结束的时候，他抬头才注意到王位上方仅用一根马鬃悬挂着的一把利剑，剑尖正指向王位。因为国王狄奥尼修斯树敌许多，国王以此剑表示，即使拥有如此多的权势和财富，也得处处提防仇人。达摩克里斯立刻失去了对美食和美女的兴趣，他请求国王原谅他的无知，他再也不想拥有如此高的权位了。从此，人们用达摩克里斯之剑比喻安逸祥和背后所存在的杀机和危险。不过对特纳斯来说，这把剑落下来的速度简直不要太快。鲁弗斯把自己掌握的消息都告诉了格里安犹太公主，换得了一大包酬金。格里安公主带着这些秘密来找安东尼亚夫人，2人达成共识。很快，卡拉就被安东尼亚夫人的手下喊到了家里，讨论关于卡拉的小女儿朱拉的事儿。卡拉知道来者不善，但没想到对方已经完全掌握了特纳斯通过自己女儿朱拉窃听消息，并且特纳斯和多米提安正在试图推翻国王的阴谋。而这个阴谋的证据，他们要求卡拉去找，交换条件就是他小女儿的命。卡拉没有选择，只能答应下来。他匆匆赶回特纳斯的住处，从密室里拿出了卷轴，与安东尼亚夫人交换到了小女儿。当他以为自己终于救到女儿，匆匆离开时，街道上忽然冒出的卫兵结束了这场蓄谋的欺骗。布拉维安圆形决斗场正式完工，落成典礼上，提图斯亲临这座雄伟的建筑，整个罗马的市民都为眼前这座建筑而惊叹，大家都在期待一场盛大的无与伦比的表演。在观众的欢呼声中，来自异域的舞者献上了一场特别的表演。然后是决斗士上场，草原上的动物也被一一赶上场来。垮梅忽然看见对面赫然站着亲姐姐奥拉，下场后他喊住姐姐，但是姐姐表示自己成为一个决斗士的心意已决，这令垮梅感到无语至极。最后是重头戏，在特纳斯的一声令下，水闸打开，水流汇入决斗场，很快就把决斗场变成了一个池子。背叛者马苏斯和2个元老被放在一艘小船上，即将登场。船头绑着多米提安的小宠臣，他因为私下与卫兵通奸被多米提安关了起来，又因为他试图向提图斯举报多米提安而被多米提安割了舌头。这回他算是彻底要被献祭了。主持人讲述着古埃及的神话，赛特谋杀奥西里斯的故事。赛特是古埃及的力量之神，因为嫉妒哥哥奥西里斯而设计杀了哥哥，并把他的尸体大卸10多块丢在世界各地。伊西斯是奥西里斯的妹妹兼妻子，她满世界找出这些残骸，拼凑好复活了奥西里斯，然后派出索贝克向赛特复仇。据说索贝克是赛特的儿子，他是个鳄鱼头人身的神，而奥西里斯则是古希腊神话里的冥王。他们之间的故事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估计是在流传过程中被不断的加工修改所致。主持人通过这个古希腊的神话传说来渲染马苏斯领主等人试图推翻国王，而这场决斗表演是一场来自提图斯的复仇。当船驶入场中，决斗场爆发出震天动地的欢呼声，罗马市民都没有想到压轴大戏竟然是处决高高在上的元老贵族，这可比杀死奴隶爽多了。巨大的鳄鱼进入了场中，故意被弄破的船开始漏水。
饥饿的鳄鱼不停攻击着船上的人。马苏斯看向台上端坐的身为维斯塔真女的女儿，她的女儿也没想到会亲眼看到父亲被处决，泪流满面。忽然鲁弗斯来报，港口有一艘莱托的船靠岸了。特纳斯顿感不妙，匆匆离开。与此同时，格里安公主和安东尼亚夫人拿着那份作为证据的忏悔书赶到了弗拉维夫决斗场，但卫兵不准他们走皇家专属入口。几个反对格里安公主的犹太人，也是被狮子咬死的犹太建筑师的支持者，他们偷偷尾随着格里安公主，试图为犹太建筑师复仇。安东尼亚夫人趁乱混进了控制室，没想到正好亲眼看到了丈夫马苏斯被鳄鱼吃掉的场面，瞬间崩溃。格里安公主则在通道里被犹太反对者杀死了，她苦心拿到的证据至死也没有送到提图斯手里。